一个酒瓶掉落，竟将湖底砸出一个巨大的裂缝，瞬间平静的湖面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将正在钓鱼的老头卷入。同时，一群神秘生物从裂缝中蜂拥而出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老头就被啃成了一具白骨。随后，2位警察接到老头失踪的报案，来到湖边进行搜寻。女警长不慎掉入水中，却意外发现了老头的尸骨。为了搞清楚湖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女警长找来了水下勘察人员，准备下湖查看情况。很快便找到了巨大裂缝，顺着裂缝下潜，2人发现了一个洞口，但是洞口只能容纳1人通过。男人钻进去后，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神秘空间，而这里面漂浮着许多奇怪的东西。定睛一看，竟然都是鱼卵。男人摘下手套，好奇的想摸一下鱼卵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神秘的生物突然钻出，咬了他一口。瞬间，男人手上的鲜血弥散开来，他连忙划开燃烧棒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咬了他。可眼前的一幕直接给他吓傻了。女队友听到男人惨叫声，立刻前来营救，可为时已晚，反而成为鱼群的下一个目标。当女人被打捞上来时，身体已经被啃食的支离破碎，但她没有白死，至少她带上来了一条活鱼。于是女警长带着活鱼找到镇上的生物学家，看着鱼缸里的生物，突然变得异常激动，惊叫一声：“怎么可能？”随后从仓库里拿出了一个300万年前的化石，竟与眼前的生物一模一样。它就是食人鱼的祖先复利，更是远古时期海洋中的绝对霸主。可它200万年前就应该灭绝了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现代？可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因为这种远古食人鱼生性凶残，所有生物都在它的食谱当中，人类自然也不例外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靠近海边的人类都有生命的危险。而这一切，小镇上的居民并不知情，正在海上派对狂欢。幸运的是，女警来得足够快，在悲剧发生之前赶到了，并连忙鸣枪让大家撤离。可已经玩嗨的年轻人根本没有理他，仍旧继续着派对狂欢，并一个接一个的跳入水中嬉戏，却不知危险正在靠近。成千上万只食人鱼已经往这边游来。女人突然之痛，感觉水下有什么东西咬了她屁股一下，还没来得及查看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将她整个人拽了下去，同时鲜血喷涌，瞬间染红了海水。食人鱼来了，上一秒还充满欢笑的派对，如今却成为了食人鱼的海天盛宴。比基尼美女被鱼群包围，瞬间被啃成白骨。在食人鱼们开始疯狂的捕食下，上岸的居民也都被啃得体无完肤。这时，警察老黑看到处于危险的居民们，一把摘下皮挺的螺旋桨，插入水中，切割着水里的食人鱼群，打算殊死一搏。奈何食人鱼实在太多，老黑很快就支撑不住，淹没在食人鱼的攻击中。可他的牺牲没有白费，为大家争取了逃跑的时间，最终侥幸活了下来。就在大家以为所有人都已经脱险的时候，女警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是她的儿子杰克打来的。原来杰克开着游艇跑到了海中央，撞上了礁石，游艇即将沉没，而水下就是虎视眈眈的食人鱼。再这么下去，死亡是迟早的事情，这才打电话求助母亲。女警连忙赶去救援，可中间的礁石堆挡住了救生船的靠近，所以只好用一条绳索将2条船连接起来，让他们顺着绳索爬过去。起初一切都很顺利，可当他们爬到中间的时候，食人鱼竟然跳出了水面，开始攻击他们。水下的食人鱼饿极了，竟然跳出水面啃食女孩。每一次跳跃都会带走女孩身上的一块皮肉。尽管女孩拼命的挣扎，可奈何食人鱼无穷无尽，最终还是被拖进了水里，成为了食人鱼的食物。然而她的牺牲为其他人争取了逃跑的时间，可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。眼看就要抵达救生船，固定绳索的栏杆突然脱落，令女警整个身体都浸在了水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同伴眼疾手快，连忙开船拉远了距离，这才抻直了绳索，险之又险的救了女警一命，最终安全抵达了救生船。此刻就只剩杰克还没有逃到救生船上，因为他女友还在船舱里，他不能走，他必须回去救她。杰克迅速理清思绪，先将绳索摆在了自己身上，然后把一具尸体扔进水中，来吸引食人鱼的注意。趁着这个时机，连忙潜入水中，游到船舱内找到了女友。紧接着，他拧开2个煤气罐，最后用对讲机告诉母亲，倒数10秒后将他们拉出去。随后，2人进入水中，划开燃烧棒，等待着被拉出去。可
可没想到外面的游艇突然发生故障。更糟糕的是，食人鱼已经啃食完船长的尸体，正朝着杰克2人扑了过来。危难之际，游艇终于成功发动，在爆炸的瞬间将杰克2人拉了出去。游艇周围的食人鱼也全部被炸死。危机解除后，众人连忙拉绳索将杰克2人救了上来。然而就在大家庆幸逃过一劫时， So, where are the parents?